谁说世上有神？这个男人就不信，他要和神斗一斗，偏要捣乱祭典，害得神像泼了黄油。于是当晚就地震，而且只有他的商店倒塌啊！倒塌了，真的是神怒了吗？巨额贷款又怎么还？找保险公司赔吧，但合同里就是没有神的旨意。天灾，男人不甘，对方说你去找神赔呗。男人面临破产，走投无路，把心一横，走到阳台边，微微一笑，他要把神告上法庭。Oh my god！ 男主就是这个不信神的胖子，叫阿杰，挺有爱心的，状告神。第一件事找律师，律师听说他要状告神，大怒叫他滚。所有律师看到他就溜之大吉。阿杰不放弃，终于找到一个愿意帮他的律师。那人不能行走，问阿杰会放弃吗？阿杰摇摇头，不会。那人答应帮阿杰写诉状，但阿杰需要自己为自己辩护。于是一纸通知书飞入各大寺庙。开庭这天，庭外全是媒体，祭司到场，开的宝马，而阿杰骑的摩托车。庭上，阿杰把上帝神职看成生意，对方律师抗议，阿杰摆摆手，不就是生意喽？我们在神像面前鞠躬还要投钱，而且这些所谓的祭司还有薪水，他的少点，他的最多，还不用缴税，尴尬。对方律师，就算是生意，你也应该找保险公司，凭什么找寺庙？阿杰摆摆手，因为我也向寺庙交了保。说罢，还拿出一大堆现金证据，再次尴尬。对方律师，你向神交了保，你去找神啊，干嘛找寺庙？阿杰说，你家停电了，你去找电力公司还是背后老板？对方律师，你没有任何论据，不能因为这些小事对神明起诉。小事？阿杰继续说，मैं एक मामूली आदमी, मेरा परिवार, मेरे बीवी बच्चे रास्ते पे आ जाए। नहीं मिलोड, आपको मेरी बात इस अदालत में रखने का मुझे मौका देना ही चाहिए, और भारत का संविधान भी मुझे मेरी बात इस अदालत में रखने का हक देता है। प्लीज।阿杰坐下，确实，在这些有钱人眼里，阿杰的事是小事，但于他而言却是生死攸关。法庭当庭宣布正式受理阿杰的诉讼。阿杰潇洒离场，但刚出门就愣住。阿杰看过去，庭外早已站满愤怒的教徒，好不容易挤出去，还被一群人追着砍，从白天追到晚上。这时，神真的来了，走路带风，骑上摩托从天而降。地面因为撞到神灵，阿杰被追杀得无路可逃，男神一把将其抓过，神龙摆尾，逆道而行。阿杰问对方是谁，对方说奎斯纳，没错，正是他不久前撞到的神。阿杰不信，教众一路追杀，奎神大秀车技，前面杀出一辆车。阿杰问，你不会是特技演员吧？没错，但人们通常把他的特技叫神技。教众还在追，奎神突然刹车。确实神迹，阿杰请奎神送他回家，奎神没送，神只负责指路，但路终究还是需要自己走。阿杰回到家，愤怒的教众早已砸过他家，为了安全，妻子带上孩子去婆家暂住，家人就这么分开，终究有些凄凉。阿杰正在喝寂寞，奎神来了。原来奎神买下了阿杰抵押的房子，其实奎神是来帮他的，但阿杰始终认为对方是特技演员。而这时要状告神的已经不只是阿杰，所有在自然灾害中有损失的人都来了，他们请阿杰代理，赔偿金从1000万变成40亿。第二次开庭即将到来，庭外都是支持阿杰的人，一个技师被迫绝食抗议，但转眼就在厕所偷吃。而阿杰也被邀参加电视直播节目，一个光头男说，我就是许愿成功，然后还愿剃了光头。阿杰说，你知道头发最后去哪了吗？被卖到美国、伦敦之类的地方，你的信仰被卖掉了。有道理。阿杰金句频出，到处都是掌声。受到阿杰的号召，全国开始反宗教。一个祭司在念咒，人们要他解释咒语，祭司懵了。有个小孩还说，每解释一句就给你5卢币。祭司逃之夭夭。再次开庭，阿杰和祭司又怼了起来。阿杰说，他曾亲眼所见，人们把祭司师婆的牛奶倒进臭水沟，水沟旁边有个乞丐，他把自己的牛奶给了乞丐，而乞丐跟他说，愿神保佑你。全场掌声，包括奎神。是的，牛奶给到需要他的人才叫积德行善。阿杰还说，为什么去寺庙朝圣的巴士
是会掉进山沟。他们一路唱圣歌，车里还有神像，沉默。但就算阿杰说的都对，他还是要面对最大的问题，要向神明索赔，就得证明地震是神明造成的。书面证明，是的，他没有。对方还贱兮兮的说，下次开庭告他诽谤。阿杰该何去何从？回到家，魁神问：“你知道答案在哪里吗？”哪里？这本书里，博嘎梵歌。于是，在魁神的嘱咐下，阿杰读完重要经文。开庭当天，阿杰和祭司们对峙。阿杰问：“宗教典籍说的都是真的吗？”祭司：“是的。”律师继续让阿杰提供神造成地震的证明。阿杰再次确认，所有写在宗教典籍里的都是真理吗？大祭司说：“毋庸置疑。”那么重点来了，宗教典籍里写着：“宇宙由我所创，亦由我毁灭，全存于我一念之间。”古兰经更直接写着地震是神的启示。阿杰一口气说完，所以地震就是神造成的，全场掌声。至此，阿杰算是赢了。保险公司的人特高兴，毕竟40亿不用自己赔，这让胖祭司不爽。明明是你们的罪孽，却把责任推给神，只有我们才有神明的版权。版权？神还有版权？阿杰更不信神的存在，摇摇头说：“真要有神，怎么会让你们以神的名义招摇撞骗？”这时，魁神怒盯阿杰一眼，阿杰慢慢满头大汗，突然晕倒。阿杰被送进医院，家人都不让进，似乎有什么阴谋。人们默哀，似乎阿杰已经成了神。新闻也播报寺庙向受灾人群赔了40亿，但祭司们似乎很开心。究竟发生了什么？魁神又来了，阿杰还是不信他是神。魁神拿起孔雀翎在阿杰身上划过，阿杰居然站了起来。他抬头一看，这回他信了，但没有发生想象中的跪拜。魁神和他就像朋友聊了起来。的确，神更应该像朋友，帮你不是价值交换，更不可能直接给予，而是给你对的建议。至于怎么选择，努不努力，那是你的事。魁神告诉阿杰，千万别剥夺别人的信仰，否则他们就会把你当作信仰。阿杰笑笑不信。魁神带他看了他昏迷1个月发生的事。原来这个月阿杰成了神，人人都说曾看到阿杰现真身，10尺、15尺、20尺，靠，怎么不说几光年呢？而寺庙见效着赔偿40亿，是因为寺庙转而供奉阿杰，他们赚了更多。更可恶的是，祭司收买了医生，今天拔掉阿杰的呼吸器。此时，祭司们还要给他搞祭典。魁神带着阿杰冲到现场，阿杰要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容不下骗子。阿杰赶走了祭司们，白衣祭司说了句：“ये जो आप लोग देख रहे हो ना, they are not God loving people. They are God fearing people.” 转身离开。最后，阿杰带着众人砸了自己的雕像。他转身找魁神，魁神已消失不见。他又看到地上的孔雀翎，捡起放入自己口袋。这时，魁神的声音响起，告诉阿杰，拿这个可就错了。阿杰深思，然后笑笑，扔了孔雀翎。从此，他就是自己的保护神，也是家人的。什么是高分电影？我想这样的电影应该会看到自己吧。下期更精彩，更刺激。